谁能想到这个堆满垃圾的破仓库里，竟然藏着一辆1931年的福特轿跑呢？你别看现在只剩下一个破旧的车架，要知道在20年代和30年代时，这款福特汽车可是炙手可热的车型。不仅车子价格相当的亲民，还非常的适合改装。它们重量非常的轻，而且马力大，给人带来一种爆炸的驾驶感。现如今这款车是越来越少，而为了寻找回当年的经典，很多人都在用玻璃纤维制作复制品。像这样原始幸存的全金属的车身，伊恩能将其找到也算是重建工作的好的起点。他为了更好的改装这辆车子，还特意的来到当地老爷车的车展找灵感。看着一辆辆老式的老爷车，心里是十分的激动。这都是50年代的改装方式，看起来都有些陈旧古香古色的。这时的伊恩心中也有了自己的想法，一定要把自己这款经典的车复原，让它重新行驶在现在的道路上。所以伊恩决定把之前制作的底盘加长，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6英寸，而前面的前轴伊恩则盯上了院内福特卡车。他认为这个刹车系统非常的适合现在的这款车，于是伊恩利用角磨机切掉了上面的支撑支架，因为这是平行板簧的方式，不适合现在的热泵车，所以他要重新设计一个更符合车子的支架，让其更好的链接车体。等后轴也被安装上去后，伊恩就找到了一个雪佛兰卡车的转向箱，将其安装到底盘上，非常的合适。但由于车子被加长的原因，连接处显然是短了一截，所以伊恩决定重新制作一个。这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平常修车时也会经常的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不一会这个连接杆就安装完成了，运转起来也是非常的丝滑。接着伊恩拿来了一个67年前的散热器，因为是重建的老爷车，这个裸露的位置的部件也要符合车子的调性。可我总看着这个汽车制作起来非常的简单，没有肌肉车的那种壮实感。等大灯也被安装上去后，车子的底盘就被他推了出去，准备将车壳组装到车架上。但这个车壳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，车子已经旧得不能再旧了，所以伊恩不得不对其做了大量的修复工作。他们为其替换了轮毂，甚至车壳的底部也重新焊接了钢板。等车壳被固定好后，伊恩就开始安装方向盘。他先把车子的万向节安装了上去，这些零件都是在那个破仓库里找到的，应该是当时的车主想重建车子时准备的，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个项目被搁浅了，让伊恩捡到了一个大的便宜。不过就算这样，还是缺少了不少的零件，就如同现在车顶上的顶棚。伊恩找遍了整个垃圾场，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一个合适的部件，这是一个69年野马的引擎盖，安装上去后中间还有个凸起的空隙。伊恩认为这样正好符合50年代的改装技巧，而且留着它还是一个小的通风口。不过像伊恩这样废物利用的想法也是没谁了。伊恩先用砂轮将接口处打磨干净，然后用螺丝将其固定在车壳上，接着就用电焊将其焊接在了一起。焊接这样的地方其实还是很费时的，一圈就要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如果没有耐心是不行的。等伊恩将所有缝隙都焊接好后，就开始对焊点进行打磨并刮上腻子，这都是他们那里的一个通用的修复手法，不管平不平都要用腻子找。等上面腻子被打磨平整后，伊恩就给车壳喷上了黑色的车漆。这时就到了车子的收尾的阶段，他们将所有的油管都连接好，安装上各式各样的线路，并且给车子连接上了驱动轴，甚至还更换了全新的焦化轮胎，让外观具有前小后大的特点。等车壳被安装上去后，车子的重建就到了最后的一步，要设计一款独特的排气系统。车子好不好看，排气的设计也是这款车重要的一项。排气管的分接口处还留了一个活动的阀门，要是想炸街就将其打开，我保证身边的邻居不会少骂你，如果关上就会像一只温柔的野兽。通过消音器的排气管响声也不会那么刺耳。等所有的小细节都不处理好后，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打火尝试。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居然着火了。这场火灾差点失控，这明显是燃油压力太大导致的，弄得满屋子都是烟，根本都待不了人。出来的师傅此时也是惊魂未定，不断的在说导致火灾的原因。他们将其清洗了一番后，车子终于开出了车库，跑起来的感觉也非常的好。